时隔4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那么您是如何来评估这次高峰论坛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特殊意义？我认为这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值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背景特殊，恰逢其时，是人类经历了重大冲击后重新起步的标志，堪称今天世界动荡变局中的一道亮色。首先，这次高峰论坛是历经4年再次举办。这4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100年变局、世纪疫情和地缘政治动荡等一系列重大的天灾人祸，压力和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这次高峰论坛是在这样的世界动荡大变局刚刚有所平稳、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之际举办的一个国际多边峰会，反映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的国际普遍诉求，真是恰逢其时。其次，这个高峰论坛呢，为世界带来了10年“一带一路”事业和平、和解、包容、合作、发展、繁荣、绿色、健康等代表时代方向的春华秋实的亮色。再次，这次高峰论坛正值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通过7国集团、北约、美日韩、五眼联盟、印太框架等各种各样不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所谓平台构建，不断推动阵营对抗，煽动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没有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而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基于和平而不是基于对抗，立足发展而不是甘于萧条，致力合作而不是制造分裂和脱钩断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一种思路精神和作为，就使得这次高峰论坛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更为突出，更为重大。尤其是在俄乌开战、巴以冲突升级等危机的压力下，这些本来就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危机，又在干扰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的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这样的高峰论坛，就是要回归时代的主流。这是一个和平和解的峰会，互利合作的峰会，共同繁荣的峰会。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70人代表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那么，在您看来，香港的积极参与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香港在这次高峰论坛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香港在过去和今后的发展中具有着标志性、象征性的特殊意义。恰好就是在这4年中香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起伏动荡，并且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类似凤凰涅槃的重要发展过程。今天，香港以这样意气风发的形象参加高峰论坛，告诉所有人，任何困难我们都是可以战胜的。香港代表的不仅是自己由治及兴、生气勃勃的气象，而且是作为整个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名片。因为“一带一路”源于中国，源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更是为了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所以，香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自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及“一带一路”的事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香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功能平台，是“一带一路”事业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同时又是“一带一路”的特殊联系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桥梁，具有充沛的合作服务功能。同时，“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在所有的与会成员中具有更为特殊的价值和引领性的意义。
因为香港的实践和成功啊，能够更好地体现“一带一路”精神的本质，这就是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大家都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和祖国内地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事实，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表明“一带一路”事业也一定能够成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一定能够实现。过去10年，“一带一路”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那您觉得今后的发展还有哪些需要注重的课题？习近平主席说，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10年的成就非常丰富。我个人呢，曾经作为现场评论员参加过前2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有些个人的观察。我认为呢，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更注重3个结合，这既是“一带一路”成功的经验，也是今天“一带一路”需要努力的现实课题。第一呢，是要以所有“一带一路”事业成员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基础，将优质的自身发展与良好的合作互利相结合，这样才有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前景。第二，是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发达国家的合作相结合，既要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要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主席曾经列举过进行规划对接工作，就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但在今天的背景下呢，这可能是一个重要但是困难的课题。应该看到啊，团结发达国家的参与是“一带一路”事业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三呢，是要把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经济贸易的紧密依存合作结合起来，实现政治经济合作的均衡发展。总之，“一带一路”事业要不忘初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就是要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公平、合理、规范的国际合作新秩序，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而做出不懈努力。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